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末日八大预言。从远古洪荒开始呢，人类就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衍。面对种种的自然灾难呢和末日危机人类总是显得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嘛，似乎总有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呢在左右着人类的命运。那么中国古人呢称之为命运和天意。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八大世界末日预言。第一个呢是约瑟夫·史密斯预测世界末日战争。依照旧约呢，在上帝降临之后呢，会对万民审判，所有的上帝的子民呢都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也会随着上帝呢进入天堂。但是关于上帝降临人间前夕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不同的基督教会呢也都有自己的预言，其中呢摩门教的预言就格外的引人注目。因为他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呢，曾经就预言在耶稣基督降临前呢，世界将爆发善恶的大决战，并导致呢世界末日的出现。而摩门教会呢，成立于1830年由约瑟夫·史密斯创立。在创立之初呢，教会并无正式的命名，直到1838年呢，约瑟夫·史密斯因受到启示而正式的将教会呢命名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们所代表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公元1世纪所建立的最原始的教会。他们的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呢，在1835年的2月呢，就召集教会的领导人来举行了一场会议，宣称呢自己接受到了上帝的指示，而上帝告诉他呢，耶稣基督呢将会在56年内呢重返人间，而在此之前呢，将爆发导致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他们现在的任务呢，就是为耶稣降临做好准备，在善恶大决战中呢，加入善的一方，而等待耶稣的恩赐。不过呢，在1847年呢，约瑟夫·史密斯就被人杀死了。而约瑟夫·史密斯的预言呢，一直到1891年呢，世界末日都没有出现，所谓的善恶大决战呢，也并没有上演。而第二个预言呢，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哈雷彗星毁灭地球。那是1680年呢，哈雷呢在法国旅行时就看到了有史以来最亮的一颗大彗星。在1682年的8月呢，天空就再次出现了一颗用肉眼可见的很亮的彗星，它的后面拖着一条清晰可见的弯弯的尾巴。而这颗彗星的出现呢，就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的关注。当时呢，年仅26岁的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就对这颗彗星呢尤为的感兴趣。他仔细的观测呢，并记录了彗星的位置以及它在星空中逐渐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呢，他就惊讶的发现这颗彗星呢，好像不是当初光临地球的那一颗行星，而是似曾相识的老朋友。那在1705年呢，哈雷就发表了彗星天文学论说，宣布呢1682年出现的大彗星呢，将于1758年呢再次出现于天空。后来呢，他估计到木星可能会影响到彗星的运动，就把回归的日期呢推迟到了1759年。也就是说呢，再经过54年这颗大彗星呢将会再次出现在天空之中。当时呢，很多人就对哈雷的这个推测嗤之以鼻，认为呢不过是他个人的胡言乱语而已。然而在1758年的圣诞节呢，在德国的德累斯登附近一位农民天文爱好者呢就率先发现了回归的彗星。直到1881年呢，一位天文学家通过光谱分析呢，就发现哈雷彗星的彗尾呢包含致命的气体氢。当时呢，这一发现只是激起了人们的兴趣，没有人意识到呢有何不妥。然而《纽约时报》呢关于哈雷彗星的报道呢，让当时的人就陷入了恐慌。天文学家就计算出呢，哈雷彗星呢会在1910年的5月20日呢到达近日点，最近时呢距离地球只有2500万千米。而《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彗星尾呢会扫过地球，氢气呢将会笼罩住整个星球。届时呢，人类不得不在这种致命的毒气中生活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呢，人类将无一幸免，包括所有的生物。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呢，被美国其他的报纸转载了，并相继展开了自己的预测。随即呢，形成了一股恐怖的气息，当时就传遍了美国。而美国民众立刻就陷入了集体恐慌之中，人们纷纷的奔走相告，人类末日到了。于是呢，在此之前呢，他们尽情的享乐，不惜呢倾家荡产。在1910年的5月19日的傍晚呢，天空真的就出现了令人惊奇的景象。月暗星稀的夜空中呢，一个炫目的星团就从地平线上空直冲天穹。它拖着明亮的长尾巴呢，由西向东移动，仿佛呢一把巨大的天空的扫帚呢在清扫夜空。而几个小时之后呢，哈雷彗星呢又离去了。不仅人类没有被毁灭，地球上其他的生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第三个预言呢是传教士罗伯逊预言1982年审判日会在美国。
帕特罗布逊呢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当时是一位大慈善家、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教育家和著名的作家，并且呢曾在1988年呢与乔治·布什一起参加过美国总统的竞选。同时呢，他是福音传教士和基督教联合会的创始人，而且他还是一家电视台的老板，并主持节目呢700 Club。许多的美国人都非常喜爱他的电视节目。关于他的电视台呢，还有一个与上帝有关的故事。那是在1959年呢，帕特罗布逊的一家就住在纽约。突然有一天呢，他就看见了上帝给他的一个异象，而上帝让他去弗吉尼亚州用当时的$37,000呢买一个电视台。于是呢，这一年的11月份呢，帕特罗布逊呢就和他的夫人一起带着3个孩子呢离开了纽约，驾车就来到了弗吉尼亚的泰德沃德以及异象指示的地方。经过寻找呢，罗布逊真的就找到了一个数月之前刚刚破产的电视台。于是呢，帕特罗布逊就决定呢将它买下来。他告诉卖主呢，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指示才来买这个电视台。于是呢，这个电视台在他的努力的经营下呢，很快就成为了美国著名的电视台。那在1980年的5月份呢，某一天他就通过了700 Club告诉全世界的人民，他刚刚得到了上帝的意象。上帝告诉了他，世界呢将在何时走向生命的尽头。他在电视节目里严肃的就说呢，我向你们保证，这个世界呢将会在1982年的年末呢迎来最终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呢是旧约里描述过的，在审判的时候呢，作为上帝的选民基督徒呢是会跟上帝一起进入天堂的，而那些弃民呢则会下地狱。帕特罗布逊呢在美国的宗教界当时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当帕特罗布逊的话语通过电视传播给世人的时候呢，就引起了世人的恐慌。许多帕特罗布逊的追随者呢都跟随在他的身边等待末日审判的降临。就在罗布逊通告全球人类末日审判的时间之后呢，他和自己的追随者呢就开始为末日审判来做准备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呢当时还变卖了自己的财产，聚集到了罗布逊的身边。但奇怪的是这个罗布逊呢自己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电视台，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财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1982年圣诞节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呢帕特罗布逊的预言末日审判并没有出现，人类呢依然像往常一样好好的活在世上，快乐的度过了一个圣诞节。第4个预言呢是天堂之门预言1997年是世界末日。天文学家的名字呢经常被用来命名彗星，例如呢著名的哈雷彗星，这就是为了纪念天文学者呢在彗星发现的过程中的功绩嘛。但是呢，彗星命名中很少出现一个彗星呢同时拥有2个人的名字，而海尔波普彗星呢就是例外的一个了。海尔波普彗星呢是在1995年被发现的。这一年的7月25日的凌晨呢，亚利桑那州的波普呢正在观测人马座星系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一个星图中找不到的天体。凭借着经验呢，他就认为这是一颗没有被发现的彗星。而波普就对这个天体做了光度与位置测量之后呢，立刻利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鉴别彗星计算程序就确认了这一颗新天体尚无人发现，以及提出了报告。于是呢，紧急发出的电报通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又一颗新的彗星被发现了。与此同时呢，新墨西哥州的海尔呢在进行例行的观测彗星的空档中也发现了这颗新彗星，并发报告呢请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予以确认。由于2个人几乎是同时发现这颗彗星呢，所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同时发现海尔和波普来命名，即为呢海尔波普彗星了。经过天文学家的计算呢，这颗海尔波普彗星的运转周期呢是3000年，所以这次的发现可谓是千年不遇。那这次靠近近日点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在公元4380年左右回归。这一惊奇的发现呢，就带给了天文爱好者极大的兴趣，但是它也带给了人们恐慌。因为在人们争相观测海尔波普彗星的时候呢，有人深深就发现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而外星人的飞船呢，为了躲避地球人的视线就隐藏在这个海尔波普彗星的彗尾。借助了彗尾强烈的反光呢，普通的望远镜呢是绝不能观测到的，只有当时最先进的哈勃望远镜呢才能够拍摄下它的身影。虽然呢，美国宇航局和天文学界呢关于外星人的说法予以澄清，指出了这些超自然现象呢只是人类暂时还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并非是外星人所为。然而人类长久以来呢存在外星人隐藏在彗星尾的这种传闻影响越来越大。当科学家公布了海尔波普彗星的研究成果时呢，引来了不小的震动。一个圣地亚哥的组织呢就凭借着这颗彗星的出现向世人宣布世界呢将会走向末日。而圣地亚哥组织呢也是被称为天堂之门。
而天堂之门的成员呢，就通过各种途径向世人宣告这一预言。而他们还说呢，世界将会走向灭亡的时候呢，任何生物都不可能避免，只有他们天堂之门的人呢，才能通过特殊的方式进入天堂。不久之后呢，海尔波普彗星居然渐渐远离了地球。那关于它的多种猜测呢，也逐渐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天堂之门的预言呢，世界末日也并没有出现，而世界呢，依然平稳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第5个预言呢，是诺查丹马斯预言呢，在1999年的7月末，法国著名的星象学家诺查丹马斯呢，被许多人称为世界历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大预言家。他著作的诸世纪呢，是一种警示的预言诗。那对于这些预言诗呢，没有一个读者不会心惊胆战，因为从这部预言诗中呢，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诺查丹马斯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家。而诺查丹马斯沉迷于16世纪法国的一场鼠疫，当时呢，他领导人们用烧酒消毒，烧毁死人和动物的尸体，成功的就消灭了鼠疫。随后呢，他预言了300年后人类将会用同样的方式呢，也来消灭鼠疫。那这句预言呢，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是呢，19世纪时人类真的用同样的方式呢，彻底消灭了鼠疫。但是真正让诺查丹马斯成名的是呢，他预言了法国亨利2世会在10年内死去，死亡的方式呢，会被利器呢刺穿左眼，伤及大脑而亡。而10年后呢，亨利2世果然在为女儿结婚庆典时举办的比试中呢，被苏格兰的卫队长呢蒙哥马利的短矛而刺穿了头部。10天之后真的去世了。诺查丹马斯的这些预测呢，都准确的应验了。之后呢，大家曾统计过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呢，预言应验的概率呢，高达99%。那这么高的准确率是其他任何的预言都望尘莫及的。所以呢，大家才会称他为史上空前绝后的预言家。然而，对于人类末世的预言呢，诺查丹马斯却未能准确的预测。他曾在诸世纪里就说人类将会在1999年的7月呢走向灭亡，而1999年的7月呢，恐怖的大王将会从天而降，致使安格摩阿大王呢为之复活，然后统治四方。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人类将会上演善恶大战，并走向毁灭。但旧约中呢，也有相应的人类将被毁灭的预言嘛。所以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再加上旧约的巨大影响力呢，使当时的人们相信呢，1999年的7月呢将会走向灭亡。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呢，1999年的7月呢，大家都是平安度过的，人类呢依然正常的活在这个世上。第6大预言呢是2000年呢世界末日的千禧危机。电脑呢现在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了，应用到了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交通、医疗、建设等等。但人类对于计算机的依赖程度呢也越来越大，可以说没有计算机，人类现在呢将无法正常的生活下去。也正是因为人类对于计算机的依赖越来越大呢，所以才会有计算机危机嘛。一旦人类使用的计算机陷入了瘫痪呢，人类也将会随机陷入危机之中嘛。而千禧年的计算机系统危机呢，致使人们联想到了世界末日，这是起源于1988年的电脑蠕虫病毒。而1988年互联网的一次风暴就吸引了人类的目光，电脑蠕虫吃掉了互联网。电脑蠕虫病毒袭击了 UC 伯克利以及美国的宇航局。这种病毒呢，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攻击系统计算机，它把自己呢就复制成为二进制形式的一种文件，并通过远程登录。而文件传输和电子邮件的传播呢，致使这些程序还有自己的加密措施，仅仅删除呢是不够的，它们还可以在下次的攻击时再次产生。这种病毒在随后的几天里呢，以不可阻挡之势当时就袭击了整个互联网以及国际互联网，有数千台计算机呢受到了感染，而国际互联网呢当时接近于瘫痪，整个世界呢都陷入了计算机病毒的恐慌。虽然这些病毒的事件最终都被攻克了，然而计算机系统呢根本的危机也正在逼近。在20世纪末呢，就流行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千禧危机。很多人就认为呢，计算机引发的危机呢将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关于千禧年危机最严重的预言是，计算机危机呢会造成大面积的停电，甚至呢是造成核爆炸以及核辐射等一系列灾难。而这所有的危机呢都源于电脑蠕虫。这种恐怖的气息呢从美国当时传到了欧洲，再传遍了世界各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当时的人们纷纷的购买了很多东西呢以求自保，甚至有些人呢则挖好了掩体呢以求危机时避难。然而所谓的世界末日呢在1999年末并未到来。在此之前呢，计算机专家就克服了二进制中的纪年问题了，
而2000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呢，千禧年真的到来了。但是呢，人们并没有走向末日，依然安稳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第7个预言呢，是2000年的5月5日呢，人类会走向末日。岁末之际呢，一场罕见的寒流袭击了北半球的多数地区，尤其是位于北半球中的高纬度国家，受到此次寒潮影响的尤为严重。其中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呢，还打破了几十年来最早降雪的记录。而这一次极端天气的出现呢，再度引发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动趋向的一种大辩论。针对此次极端的低温天气呢，多数的专家就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呢是该次现象的大背景，并且呢，全球变暖呢是地球气候变化的整体发展趋势。纵观近年来的极端天气部分的专家就表示呢，虽然具体的原因不相同但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极端天气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根本原因。但是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呢，有科学家就对全球气候变化有了新的见解，那就是小冰河时期会到来。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呢，有一批国际权威的科学家就宣称呢，肆虐北半球的寒流只是一个开始，而世界呢将会进入一个寒冷的模式期，气温呢可能会在未来的20-30年里有下降的趋势。当时的时间指针就指向了千禧年的2000年。而最著名的预言大师理查德·诺纳呢，一反全球气候变暖的流行观点在其撰写的2000年的5月5日终极灾难一书中呢，他就提出了2000年的5月5日呢，人类呢将会迎来全球性的酷寒大灾难。届时呢，南极冰层的厚度将在5月5日呢达到3英里。而与此同时呢，行星将在这一天排成一条线，进而引发呢全球性的冰冻灾难。地球将会进入如同史前冰河期一样的时代。人类将无法忍受严寒而面临灭绝的危险。但是众所周知呢，史前的冰河时期地球上的陆地以及海洋呢都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气候是非常寒冷的。而海洋里呢也有很多冰块，地面呢也凝结了厚厚的冰，许多的生物因此面临了灭绝或者是被迫的迁徙。只有能够适应环境的物种呢才能够幸存下来。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呢，曾经经历过4次冰河期，都持续了数百万年以上。理查德·诺纳的预言一出呢，顿时引起了公众不小的反应。他的书呢，在一些地方被抢购一空，而末世冰河时代的预言呢，一时也就传开了。自然有许多的人质疑他所谓的预言。那事实上呢，理查德·诺纳的预言呢，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有许多的科学家也预测呢，地球下一次的冰河期呢，最早会出现在15000年以后。但如果人类在活动期间呢，对地球造成严重的影响的话呢，这个冰河期呢有可能会提前到来。专家们的科学研究自然为理查德的预言增添了不少的可信度，而一些人呢也开始静静地等待着末日审判的到来。于是呢，2000年的5月5日来到了，居然平静地度过了。当时的地球上的人类还在我行我素地生活着，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而理查德·诺纳呢也再度从公众的视野中隐去了，但他毕竟还是赚了一笔，因为他当时的书卖得很不错。第8个预言呢是牧师预言2008年的秋季将会迎来末日。上帝教会呢起初是一个连基督教界中也无人知晓的教会，但是如今在教会登记的教众人数已经达到了50万名，全世界的教会数呢也有几百个。然而让上帝教会名扬全球的不是他迅速发展的势头，也不是他特有的宣言，而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罗纳德·维恩兰德呢是上帝教会的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在2006年呢，他写了一本著作呢，就叫2008年上帝最后的见证者。在书中呢，他就预言地球上数十亿人呢将在2008年的年末走向灭亡。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呢，也将会土崩瓦解，不再以一个独立的国家形式存在。他说呢，世界末日呢正在向我们走来。在世界进入人类的历史上呢，最为可怕的时刻之前留给我们的时间呢只有2年。当时的罗纳德呢在自己的书中就指出他说这个预言呢是冒着毁掉自己名誉的风险上披上上帝末日先知的外衣。预言的产生和被接受的基础呢是在于人们希望能够预知未来并把握自己的命运。各种不同的预言的背后呢可能非常的复杂。如今呢2008年已经过去了，罗德纳所谓的世界末日预言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预言呢只是一种推测和猜想嘛，让我们活在当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